小熊精萌兰究竟有多聪明机智？受欺负了会找饲养员告状。这天，萌儿被小熊友咬了一口屁股，小熊精立马委屈的嘤嘤叫着告状：“你们快看啊，有坏蛋欺负熊家！”生怕姨姨们不信，他扭头疯狂示弱，就是他，咬的萌儿可痛了。都知道萌兰小时候仗着体重优势，把月亮产房的小熊友挨个欺负了个遍。可等到熊家都会走了，体重优势就没了效果。萌儿战五渣属性彻底暴露无遗，他又想跟人家耍，然后他跟人家打架的时候他打不赢人家。而被小伙伴们堵在墙角疯狂揉捏后，萌兰也会跑去跟美奶妈撒娇告状。如此软萌的小熊，谁看了能不心软软？不仅如此，萌兰还能跟饲养员无障碍交流。高光名场面就是和发姑奶爸一问一答，对奶爸的每句话萌儿都做到了有回应。60多斤了，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，胖儿，看样子萌兰小年纪就有偶像包袱，知道在镜头下不能暴露真实体重。当萌兰升入谭爷爷的幼年班后，小熊精会在爷爷收猫时边跑边回忆，因为担心对方等太久，还知道抄近路，哪怕累得跑不动了，仍是不肯停下。此外，萌兰在学习方面绝对是天才，其他小熊要很久才能完成行为训练，但萌儿才2岁，动作就已经很标准了。饲养员把铁棒放到哪里，他就碰哪里，动作迅速且精准，感觉智商能碾压小学生。当饲养员敲击钢圈示意萌兰伸手抓时，萌儿心领神会，乖乖将手伸了出去。随后的训练过程中也没有出过任何错误，就是说如此乖巧聪明的萌儿，难怪能赢得饲养员和猫粉的喜爱。因为徐老爷给了萌儿无尽的关爱，萌兰想和对方分享好吃的竹子，于是精挑细选了一根从窗口递过去，发现有叶子的这段送不过去。聪明的萌兰立马调转方向塞了进去，转身离开时那欲言又止的小模样，仿佛在叮嘱徐老爷别忘了享用。而面对每天前来看望自己的粉丝，萌兰也大方地分享自己最爱的竹子，还傲娇地贴在玻璃上来个近距离宠粉，得到姨姨们的夸奖才满意的离开。只能说萌兰是懂如何拿捏猫粉的心的。当萌儿玩累了打算回熊舍休息时，还没看尽兴的游客纷纷发出失落的叹息。萌兰听到后，即将踏入家门的脚停顿了下，随后踏着欢快的步伐摇头晃脑地跑了出来。突如其来的惊喜令在场游客高兴不已，如此暖心温柔的小熊值得这世间一切美好。愿萌兰熊生平安顺遂，喜乐无忧。今年是如何跟奶爸相爱相杀的？每天都致力于让饲养员陷入崩溃。这些天胖妍使出浑身解数卖力整活，可辛苦一整天，奶爸却让麦麦先下班。我们的大功臣胖妍顿时就不高兴了，心想我可是3分钟让男人花3000万的男熊，因为这几天活动量巨大，吃的也就更多了。胖妍当即施展抱负，在水池里加了点小料，奶爸只能用网兜仔仔细细的把青团捞干净。没曾想胖妍又打包很多竹子来到小红船上选，等到下班时间，红船旁的青团已经多到无从下脚了，甚至胖妍的熊舍正中央还有一滩草莓塔。只能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奶爸内心的崩溃。此外，为了让正义网友站在自己这边，戏精胖妍愣是守着一大捆竹子去吃草，下雪后还坐在冰茶澡盆里卖场，渴了就捞起冰块啃，凄惨无比。堂堂国宝大熊猫吃不饱穿不暖，饿得浑身上下只剩300斤了。胖妍怕不是和奶爸有着血海深仇，不然怎会招招都往对方心窝窝里戳。其实胖妍和奶爸的梁子很早就结下了，因为他白天玩得太累，晚上睡觉打呼噜，吵得隔壁麦公子睡不着，睁眼到天亮。胖妍的狂欢，麦麦的越夜越紧张。随后麦公子一怒之下投诉到了园方，看着灵妍又露出那张熟悉的委屈脸，无奈之下奶爸只好收走了胖妍的玩具。没曾想夜幕降临，他又开始洗澡唱歌，麦麦再次睁眼到天亮，整只熊恍恍惚惚，饭都没心思吃了，举着竹子就开始呼呼大睡，感觉整个熊猫界只有麦麦的黑眼圈是真的。因此，为了让麦公子安安稳稳睡个好觉，雷达奶爸只得悄悄潜伏在胖妍身边。每当好蛋儿打盹时，就会及时出言制止。呀，再吃，我正在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饭呢，别喊了。胖妍也很戏精，每次听到奶爸呼唤，就会假装很忙的样子，哐哐啃竹子。不仅如此，胖妍干坏事偷拆房顶时，也被火眼金睛的奶爸及时制止。这让一身牛劲却无处施展的胖妍，如何能轻易咽下这口恶气？因此，如今的胖妍还学会了面壁思过，背影像极了一朵坚毅不屈的小白花。熊，我是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。要不是全网都知道了他演技精湛，恐怕这盛世真就如灵妍所愿了。机智门长公主丫丫又开吃播了。时隔1周，北洞再次更新了大熊猫丫丫的动态，并配文丫丫负责好好吃饭，其他的都交给饲养员们吧。不得不说，北洞是懂猫粉心思的，知道广大网友一定又想丫丫了。和上次一样，丫丫坐在自己绿油油的院子里，开心地品尝着美味的竹子和竹笋，吃高兴了就直接半躺着干饭。很明显能看出丫丫又胖了几斤，圆滚滚的肚子都能当小桌板了。丫丫时不时还用它们
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镜头。看来长公主完全适应了顶流的日常，在一个地方待腻后，丫丫就跑到竹堆里大快朵颐的干饭。毕竟长公主的院子大的是，而新鲜的竹子和竹笋也是随处可见。丫丫想在哪吃饭就在哪吃饭。从前在孟菲斯吃不饱的她，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，并且还能从一堆的劈好的竹子里挑选出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根。丫丫全身的毛发也变得越来越光亮，和在孟菲斯的状态简直是天差地别。此外，丫丫的院里还有蒙兰同款铁秋千，但却没看到她坐在上面。看来丫丫还不知道铁王座的使用方法，这要是被隔壁的蒙兰知道后，他肯定得着急的趴在铁网上，告诉丫丫应该先这样再那样使用，说不定三太子还会把自己最爱的凉席送给他。蒙二看到丫丫后，没准会教他徒手掰竹子，毕竟没有几只熊熊掌握这种手法。而蒙大只会教丫丫如何吹空调，毕竟这小子营业露一个大脑袋，就算给粉丝们发福利了。据奶爸透露，丫丫已经完全适应了北冻的环境，还可以随意出入空调房，通往外场的小门一直开着。丫丫想晒太阳就可以出去，怕热的话就可以待在空调房。要知道北冻的奶爸奶妈非常负责任，一直细心照顾着每只大熊猫，就算是严重社恐不被展出的花点点，奶爸奶妈都一视同仁照顾得很好，并且每年点点过生日时，奶爸奶妈也给他的院子置办一番。而丫丫能被如此有爱奶爸奶妈照顾，想必所有猫粉也都放心了。直到看见难过到流泪的花花，才明白大熊猫也会伤心难过。谭爷爷曾经说过，花花是他带过脾气最好的小熊，但这不代表花花没有自己的情绪。前段时间花花因为身体不适，在外场营业时一直打喷嚏，甚至还出现了呕吐现象。可看到那么多喜欢自己的游客，不想让他们失望的花花，依旧强忍着不适坚持营业。最后实在累到不行，他准备躺在木架上休息一会。然而一不良游客竟拿东西砸醒花花，甚至有人大喊大叫强迫他起来营业。不会说话的小家伙也只能难过的流下泪水表达情绪。实际上大熊猫有着丰富的情感，它们也会有喜怒哀乐，这一点从荷叶身上就能得到体现。当小叶子被游客赶走后，一向大大咧咧的他失落的爬到木架上，很饿的他连最爱的竹子都不吃了。小叶子望着外面的大批游客，心想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姐姐不喜欢我？他的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，抬了抬头忍住不哭出来。当正在外场吃竹子的圆润听见游客提到最爱的干女儿花花名字，他立马放下手中的竹子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或许是想到了从前菜花园的美好回忆。圆润开始呼吸急促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最后他满脸落寞地望向天空，然后又低下头揉了揉眼睛。陪伴了那么久，又怎会不思念呢？而当第一天独立生活的小福宝在外场没有妈妈和爷爷的身影后，他孤零零地坐在从前的木架上，想到以后再也不能抱着妈妈贴贴，最爱的江爷爷也不会背自己下班。福宝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，他努力地抬起头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当天生因为脊椎疾病无法站立的小福丸被不良游客泼水后，本就自卑敏感的他伤心躲在脚下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是那个让人讨厌的宝宝，直到发姑奶爸来安慰他，还是委屈巴巴。而当金虎听到最爱的奶妈要休假时，一开始他以为对方在跟自己开玩笑。你说我要休假了，你会不会想我啊？金虎，会呀。你会不会听话？听话呀，也乖的啊。但当知道接下来几天真的见不到奶妈后，金虎难过的把头扭到一边，不理对方。小虎子，又怎么了？我过几天不就回来了吗？不理我呀？啊？咋不理我了呢？小虎子，虞美大熊猫乐乐是星星和川川爱情的结晶，他的父母做到了一生只爱彼此的承诺。在川川31年的生命中，除了搬家那一次，每次出门都是为了见星星。川川去了潘达星球后，星星一直在院子里的拱桥下发呆，只因那是他们俩曾在一起玩耍的地方。星星蜷缩在雨中，任凭雨水打湿身体也不愿离开。像大熊猫这样有情有义的动物，真的值得人类好好对待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熊猫妈妈带着宝宝躲在岩缝中？此时熊猫妈妈警惕地看着护林员，把幼崽牢牢抱在怀中。起因是前不久，工作人员在野外发现了一只大熊猫，当注意到有人类看自己时，熊猫停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后，他才慢慢走开。一路上，大熊猫时不时回头看看对方，确认工作人员对自己没有威胁后，他直接坐在了离对方不远的竹林里，自在地吃起了竹叶。等到几个月后，工作人员再次发现了他，而大熊猫也似乎认出了他们，因此他没有任何戒备走进了一个洞穴，能看出那里就是野生大熊猫的家。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凑近准备一探究竟，发现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宝宝，原来他已经升级做妈妈了。只见熊猫妈妈用舌头不断舔舐着幼崽，原本哭闹不止的小家伙渐渐安静下来。很快，他在妈妈怀里安心的睡着了。
几个月后，幼崽已经长成了黑白团圆。这天，熊猫妈妈外出觅食，独留小家伙躺在洞穴口。幼崽努力地抬起头寻找妈妈的身影，小小的它向前挪动着，然而一个不小心竟直接摔了下去。好在四周都是树叶，小家伙并不大碍，但它的叫声却引来了不速之客。天空中的老鹰不断盘旋着，正在寻找猎物的位置。此时，不远处的熊猫妈妈察觉到异样，听到孩子哀伤的叫声后，她脚步匆匆，急忙赶来，立马把幼崽抱到洞中隐藏起来。虽然最后没有得逞的老鹰飞走了，但熊猫妈妈意识到还会有再有危险，于是她叼着孩子起身准备搬家。母子俩先是来到竹林深处的岩石缝隙，熊猫妈妈正在给小家伙喂奶，只见她两只手牢牢把宝宝抱在怀里，始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一举一动。能看出熊猫宝宝和人类婴儿一样，也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没多久，秦岭迎来了冬天，这对熊猫妈妈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。她不仅要给幼崽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，还要保证那里足够温暖。与此同时，工作人员也在寻找母子俩身影。最后经过苦苦寻找，在一处山洞发现了熊猫妈妈和幼崽。看到有人类靠近时，熊猫妈妈立马警惕地抬起头，她怀里的宝宝已经长大了不少。在这隐秘的山洞，小小的天地成了他们的藏身之所。只希望熊猫宝宝能快点健康长大，能够勇敢地面对成长中的困难。